大家好，我是曹卫东。美国呢，现在在俄乌冲突上啊，不断的和北约啊，向就是俄乌的这个冲突地呢，拱火浇油，就是不断的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但是呢，现在他又多了一个头疼的事儿，就是在中东啊，他自己啊，就是点的火，或者是栽下的这个祸根呢，开始发芽了，开始长成树了。什么情况呢？是因为俄罗斯、伊朗、叙利亚他们开了会，要准备加强就是能源方面的合作、经贸方面的合作以及其他方面的合作。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呢？因为俄乌冲突发生以前，实际上美国就单方面的退出了伊核协议啊，要求伊朗按照美国的这个制定的要求或者标准来签订这个协议。但是伊核协议是多方的呀，只有美国单方面的退约退群儿，那其他的这个国家都没有退约退群儿。而且美国呢对伊朗啊一直是施这种就是所谓极限施压，一直想压垮伊朗，但是伊朗呢一直没有被压垮。那这样一来呢，就是美国和伊朗是个对头。那么我们看呢，这个美国在叙利亚呢也是骑虎难下，因为他是反对这个阿萨德政权的。那么对叙利亚呢，实际上对这个政府啊也是采取了封锁呀、制裁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手段和施压。但是现在看呢，这个叙利亚呢也没有把他的这个政权给更迭掉。那么俄乌冲突发生以后呢，美国呀、西方啊对俄罗斯数千项的这种制裁啊，那这个石油也不能出口，能源也不能出口，粮食也不行。那么方方面面就是不给俄罗斯留任何的这个缓冲的这种余地。那么既然这样的话呢，反而俄罗斯这个伊朗还有叙利亚呢，他们就联合开会，反正都是受到美国的制裁，反正都是被封锁、被围堵，那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吧。所以我们看呢，这三个国家呢，又都有能源又都有相应的这个自己的经济上的长处，那它起码可以形成一种就是自己内部的相互的交流，起码可以互帮互助吧。解决一下各自的问题。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那美国拿他没办法，因为他已经对这三个国家实行相关的经济制裁了。那在你的制裁情况下，他这几个国家是自己解决自己的这个生存问题或者是国计民生问题啊。如果这三个国家它活得越好，那你美国的施加压力就越无效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使美国呢非常的头疼。而且现在呢，我们反过来看就是美国对伊朗说你好像用的这个核试验呢，也就是它的这个相关的核能的利用主要是这个，因为伊朗说我有这种权利，我现在进行的是民用的这个核发电站这样的相关的试验，而不是军事上的。那现在这个他们反倒要质问，就是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你美国和英国是向澳大利亚这个无核的国家提供因为它核潜艇嘛，军用级的这样的核燃料，那你是把这个核潜艇是要给澳大利亚建设的，那这个伊朗也会问呢，为什么你可以把这个就是核燃料或者是核材料用于军事、用于扩散，那我伊朗还没有进行这样的扩散或者是运用，为什么要受到制裁呀？这不是一个严重的双重标准吗？那么反过来说，那俄罗斯也有可能，你英国、美国可以向澳大利亚提供军事上的装备，那我为什么不能向伊朗提供相应的这种装备呢？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军备竞赛和一个核扩散的风险。所以现在美国它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就一方面要制裁伊朗要制裁叙利亚、制裁俄罗斯，同时呢他又舍不得丢掉就是澳大利亚这块肥肉，因为也是几百亿这个装备或者是军火的这个钱呢，所以现在美国在中东又遇到了一件头疼的事儿。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